我的老婆是个闺蜜脑，为了帮男闺蜜应付父母，她提出要做试管婴儿，给她生个儿子。我严厉拒绝，她却痛骂我没有同情心。她是我闺蜜，我帮她怎么了？只是做试管婴儿而已，我们又不是真的上床做。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陆延青，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自私啊？只是做试管婴儿而已，我们又不是真的上床做，你至于这么大惊小怪吗？林书豪他身体有问题，找不到愿意和他做试管婴儿的女朋友。作为他最好的闺蜜，我给他生个孩子，让他爸妈全了儿孙绕膝的愿望，我又有什么错呀？你要是实在不能接受，那我们就离婚好了，省得你天天在家里给我甩脸子看。我看着因为说话声嘶力竭而满脸通红的谭文佳，只觉得心里一片悲凉。我们结婚8年，他一直以生孩子对他身体不好的借口，严厉拒绝我想要一个孩子的提议。现在他却主动为了他的男闺蜜去做试管婴儿，甚至还用离婚来威胁我。谭文佳，如果你真要去做这个试管婴儿，我会毫不犹豫地和你离婚。我心里还抱有一丝幻想，或许他说离婚只是因为一时上头的气话。自从和你结婚后，我和林书豪的关系已经淡了很多。这次我一定要帮他。你想离婚，离就离。像你这么小气的男人，不离婚，难道我还等着拿回去过年吗？他怒吼一声，毫不犹豫地摔门离开。看着桌上已经放凉的饭菜，我垂下眼，自嘲地笑了一声。在他眼里，我到底算个什么？我们结婚8年，她为了她男闺蜜，却能和我直接谈离婚，多荒谬！我其实从来没想过这种狗血的桥段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和谭文佳在同一家公司做实习生的时候认识，那时候她还没有疯狂到要给别的男人生孩子的地步。她知道我胃不好，会每天上班前特意绕路去帮我打包一份暖胃汤。知道我长时间看电脑，她会在我桌上摆满各种各样的绿色小植物。她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像个小太阳一样温暖着我。我们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求婚、订婚、结婚，所有的流程都是我精心设计的。可是我们真正在一起，我才知道她居然是个闺蜜脑，还有个男闺蜜。刚结婚那会，我的日子尤为难过。她那个男闺蜜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也是男人。我还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你就应该。周年纪念日上，我只送了一条金项链，没送金镯子，他都能撺掇谭文佳和我大吵一架。周年纪念日怎么也该送个金镯子吧，送个细细的链子，在这打发叫花子呢。要是你是我女朋友，我最少也得送个什么50克的金镯子。也就谭文佳肯相信他的话，他要是真能有这么大方，何至于现在30好几了，连个对象都找不到？他说了很多歪理，可偏偏谭文佳却很信服，每次都对他说的话都言听计从。我让他和林书豪孤男寡女少单独来往，我会吃醋。林书豪却说，我是为了要更好的把他控制在身边，想让他远离身边所有真心对他的好朋友。只要我做的有稍稍不完美，她的这个男闺蜜马上就会跳出来，开始冷嘲热讽我。而这时候一定会以谭文佳大发一场脾气而收尾。所以婚后这几年，我处处都谨慎做到完美，让她再也挑不出半点错。她终于闭嘴了。和谭文佳结婚的第5年，我终于忍不了了，和她大吵了一架。也是从这时候开始，林书豪才慢慢淡出了我们的生活。可我没想到，他这次卷土重来，
居然是变本加厉地哄骗谭文佳给他生个孩子。试问谁能忍受自己的老婆给别的男人生孩子？我严厉地拒绝他这个荒谬的提议，却遭来谭文佳更加愤怒的驳斥。他甚至不惜用离婚来要挟我。我对谭文佳的失望在这一刻达到巅峰。从前我以为她只是太重和这个男闺蜜的感情了，现在我才意识到她根本就是拎不清。我收拾完家里的一片狼藉，往门口张望了好几眼，什么动静都没有。看来谭文佳今晚这是铁了心了，不想回来了。还没等我决定好该不该给她打电话去接她回家，朋友的消息就已经弹出来了。严青，这不是你老婆吗？她怎么一个人上妇产科来了？她怀孕了没告诉你？那你可要注意了。怀孕的女人心思可是很敏感的。我看着她给我发的那张照片，谭文佳一个人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手里拿着厚厚的一沓检查报告单翻看着。我一口气没上来，忍不住爆了句粗口。没想到她动作这么迅速，1个小时前还在家里和我闹，1个小时后就已经出现在医院里了。她绝对不是一个人去医院，我确信。果然没多久，朋友就又给我发来了另一张照片。对面沉默了一会，而后委婉地开口：我觉得这是有误会，要不你找他先好好聊聊。我随手回了个好，直接拿着车钥匙出门了。我赶到医院的时候，正好碰上谭文佳和林书豪从医院出来。谭文佳脸上有些失落，看到我站在外面，还以为我是特意来等他的。他主动挽上我的手臂：抱歉，老公，是我考虑的不周全，试管婴儿根本没有我想象的这么简单。医院给我检查过了，说我现在的身体情况不适合做试管婴儿。我想了想，要不还是算了吧。我扯起唇，挑衅地瞥了一眼林书豪，而后安抚地拍拍他的肩膀：没事，你自己身体更要紧。我想带着他回家，他却又扭头把林书豪一起叫上。书豪家离得也不远，我们直接把他一起送回去得了。我沈笑一声，谭文佳还真是正常不过3秒钟。林书豪家在城南，我当初买房子特意买在城北，就为了离他家远远的，可明明是相隔大半个城市。每次吃完饭，他都强硬地要求我必须先送林书豪回家。我只要一说不愿意，他就干脆直接开始在路边拦车，扬言要和林书豪一起回家，只是让你送一下我朋友回家而已，又花不了多少油钱。你有必要这么斤斤计较吗？你对我闺蜜都这么抠搜，难道我还能指望你对我有多大方吗？他每次都爱说这种屁话，可是我每个月的工资大头明都进了他的口袋。要是换了以前，我可能还会选择忍气吞声送他回去。可现在，我不想1毛钱都不会花在林书豪身上，所以我当场就冷下了脸，毫不犹豫地甩开了他的手。林书豪看情况不对，马上就开始出来挑拨，这是他最拿手的伎俩。文佳，我知道你老公一直不喜欢我，你也别因为我伤了感情，我自己打车回去就行了，就是多花点钱，多费点时间而已。可是我记得我们以前出来玩都是一起回你家或者我家的，你老公也太小肚鸡肠了吧？我告诉你啊，佳佳，小肚鸡肠的男人可要不得。我每次和朋友出去玩，哪次不是把人给妥妥帖帖送回家的？他总是不愿意的话，难免在其他人面前丢了你的面子。谭文佳认可地点点头，我知道，她这又是相信了她这个好闺蜜的话了。果然，下一秒我就听见她一气指使的声音：我们先开车把书豪送回去。坚定的肯定句，不容拒绝。我没动，
他又开始用上了他的杀手锏。你不愿意，你要是不愿意，那我也不回去。我今天就去林书豪家里睡，反正我也不是第一次去他家里了。我冷笑一声，却还是认命一样的把他给送了回去。好歹现在他没再吵着要给林书豪生个孩子传宗接代了。等我把林书豪送走回到家里时，已经晚上10点了，连着开了3、4个小时的车，我整个人都疲惫得不行。可是我没想到，我刚到家，屁股还没坐热，谭文佳就又开始生没由来的气。一进门他就阴沉着个脸，看我一直没理会他，他最后终于忍不住开口：“你今天在医院门口是什么意思啊？你摆起那个臭脸色给谁看呢？书豪是我最好的朋友，你送他回家不就2脚油门的事吗？至于这么小题大做吗？你是不知道，今天医院门口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我都要丢死人了。”我抿紧唇，不想再和他因为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争辩，可他却更加恼怒，直接上手开始推搡我，又不说话了。每次都是这样，你要是真把我当妻子看待，你就应该学会尊重我的朋友。咱最苦的时候，难道不是书豪借钱给我们度过了难关吗？你这种人就是不知道感恩，心眼子小，记仇得很。我冷笑一声，思索了好久，终于想起了他说的最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们结婚8年里，其实我有1年的空窗期，本来以我的存款顺利度过这1年是完全没问题的，可偏偏谭文佳担心的要死要活，成天来问我们会不会连房贷都还不上。我每次都细心安慰他，可他却一拍大腿，直接做了决定。我以为他是想出去找工作，减轻点我的压力，没想到他直接跑去找林书豪借了1万块钱。我还记得他当时那副不可一世的样子。他说，书豪可是把他手头上的钱全借给我们了，要不是我闺蜜对我好，咱们俩全都得喝西北风去。我当时只是沉默了一会，怕惹得他不开心，一个字都没说。可是后来我找到了现在这份高薪工作，林书豪居然还死皮赖脸，大言不惭的要我们给他还1万2，说是要还利息。我觉得他趁火打劫，只愿意给他还1万，谭文佳却直接大手一挥，就给他转了1万2。我冷笑一声，这也能叫在困难的时候拉了一把？我可不敢苟同。我冷着脸，不想再和他争吵半个字。这一晚上，我们默契分房睡觉，日子就这么平静地过了2天。第3天的时候，谭文佳就坐不住了。我晚上下班回家，家里空空荡荡的，他这个点了居然不在家。我冷笑了2声，毫不犹豫给他拨通了电话。电话嘟嘟了2声，一直持续到自动挂断都没被接通。我又给他爸妈打了电话，闹脾气回娘家很正常，可是他不该一声不吭就走。我做了几组深呼吸，尽量把自己的坏情绪压下去。可在听到他爸妈说他根本没回家的那一刻，我还是忍不住低咒了一声。我并不想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他，可现在我不得不接受一个残忍的现实：谭文佳，我的妻子，80%跑去了她那个好闺蜜家里诉苦。可她怎么敢这么晚一声不吭跑去一个陌生男人家里？我忍着火气一遍一遍地给她打电话，好久，那边终于接通。你现在在哪里？我去接你。这是我给她的最后一个台阶。我心里还抱着最后一丝希望，也许她只是闹脾气，找了个地方自己生闷气。那边好久没声音，随后才传来她断断续续的声音：我在朋友家，你自己先睡觉，不用等我。我皱起眉头，心里总觉得古怪，还没等我想起来哪里奇怪，
电话那边传来一阵古怪的喘声，谭文佳娇媚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你动作轻点。”我大脑轰的一下炸开，声音不自觉地抬高了几个音调：“谭文佳，你他妈现在到底在干嘛？你说话呀！”对面声音消失了，好像刚才那些古怪的声音都是我一个人的幻觉。可是我怎么可能听错？谭文佳好像有点哽咽，声音也断断续续的：“老公，你先别生气，我等会马上就回家了。”我压下自己愤怒的情绪，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行，你告诉我你现在在哪里，我马上去接你。”我在书豪家里，我本来想玩一会就回去的。谁知道这会已经打不到车了。我愤怒地骂了一声，已经猜到了对面发生了。你给我等着，我马上去接你。平常1个半小时的路程，今天我40分钟就开到了。可即使是这样，等我赶到林书豪家里敲门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归于平静。他们2个人坐在客厅里距离最远的沙发上，中间好似隔着天堑一样。一看见我来，谭文佳扭过脸去抹了把脸上的眼泪，抱住我的手臂把我往外扯：“老公，我们回去吧，我想回家了。要是换了以往，我指不定就这么带他回去了。可现在我连自己的老婆半个小时前是不是和别的男人躺在一张床上都没弄清楚。”我一点也没动，眼神锐利地盯着坐在沙发上的林书豪。他又是摸脖子，又是抓痒，总之就是避开我的视线，不敢看我一眼。谭文佳声音有点嘶哑，哭着喊着说想回家了。一看这个样子，我的心就已经凉了半截。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我甩开谭文佳的手，3两步就走到林书豪面前，揪着他的领子，把他摁在沙发上，一顿狂揍：“你他妈是不是想死？”一拳一拳砸在他脸上，让他的脸肿得像个猪头。“别打了，陆延青，我让你别打了！”谭文佳尖叫着想把我拉开，可他那点力气在我面前根本不够看的。我很轻松地甩开他：“你急什么？下一个就轮到你了。”林书豪吐出一口血沫子，得意地笑了几声：“我是佳佳最好的闺蜜，是她自己为了帮我应付家里主动要给我生个孩子的，我又有没有逼迫她？”我一拳挥在她脸上，她硬生生地从嘴里吐出一颗牙来。我甩抹布一样把她扔开，扯起站在一边的谭文佳，直接走了。“老公，你先松手，我手痛。”她因为被我拖拽着，整个人都走得踉踉跄跄，看起来狼狈不堪。回去的路上，整个车厢都是死一样的寂静。我没和她再说半个字，她也不主动开口和我解释。一直到打开家门，我往沙发上一坐，冷着脸抬眼打量她：“你就没什么要和我解释的？”她被我问懵了，反过来问我：“难道林书豪还没和你说清楚吗？医院说我的身体不适合做试管婴儿，但是他爸妈那边已经催得很急了，更何况我们又没有真的做。”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让我对他彻底失望了。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他还要撒谎说他们什么都没做。我们结婚8年，他的确足够了解我，让他在挂完我电话后马上开始消灭掉所有的蛛丝马迹。我闭了闭眼睛，忍不住发火：“你想要孩子，我们可以生一个，为什么你非要上赶着给你那个男闺蜜生孩子？他可以自己找对象，再不济你也可以给他找一个对象啊！”这下他不乐意了，指着我的鼻子开始反驳我：“我要是能给他找到对象，我早找了。可是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的情况，没买车，房子该背着贷款，父母又没有养老保险，想找个和他门当户对的，你知道有多难吗？你又不是他，肯定不能理解他的感受。
你只会高高在上的指责他。看着他面目狰狞的脸，我被气笑了。好心当成驴肝肺，我不是林书豪那种窝囊废，当然不能理解他的感受，所以我直接两手一摊，行，你能理解他的感受，那你和他过去，我们离婚，正好，我也不想要别人二手的东西。玻璃杯掉在地上，被摔碎的巨大动静迫使我回头看了他一眼。谭文佳脸黑得像锅底，你凭什么要和我离婚？我又没做错什么，我不就对我闺蜜关心了点，我有什么错？难道不是因为你小肚鸡肠斤斤计较？我冷笑一声，我当然也有错。他倨傲地抬起下巴，像是早就知道会有我认错的这一幕。可惜这次他预判错了，我毫不留情地击碎他最后的幻想。你对他这么好，他找不到对象，你干脆嫁给他得了，我们离婚，我成全你。他脸色彻底变了。我知道，虽然他每次都把离婚挂在嘴边，可其实离不开这段婚姻的人从来都是他。自从我和他工作后，他就安心地在家里当起了全职太太，10几万的包眼睛都不眨一下就全款拿下，新出首饰化妆品他都是一套一套的买，更甚至好几次我都发现他拿着我给他的零花钱去给他的男闺蜜订西装买礼物，给我送生日礼物他就送一块几百块钱的杂牌表，给他的那个男闺蜜却是眼镜也不眨地上名牌，生怕他在外面丢了面子。这些事情其实我都知道，只是我从前怕影响我们的感情，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现在我不想再忍了。他彻底发了慌，着急忙慌地想来牵我的手。言青，我不是这个意思，好好的又提什么离婚啊？我们才结婚几年啊，连孩子都没有呢，离什么婚啊？我庆幸我们没有孩子，不然我就要因为孩子对他一次次地忍让。我直接起身回了卧室，毫不犹豫地把门给反锁上了。他用力地拍着卧室门，我给律师打了电话，用最快的速度拟一份离婚协议，然后戴上降噪耳机，安心地睡了过去。第二天一早，我起床打开门时，却发现他就睡在我卧室门口。看见我出来，他随意地抹了把脸，马上挂上笑容，自告奋勇地去做早餐。我看着他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冷笑一声。结婚这么久，哪次不是我起来做早餐，然后叫他起床吃饭，再被臭骂一顿？现在他因为自己做错了事，就开始献殷勤，想挽回我们这段婚姻。可惜实在是太晚了，我直接出门上班，也没理会他在身后恼羞成怒的吼叫声。从前没觉得，现在听起来他的声音居然这么尖锐刺耳。中午的时候，他破天荒地给我发消息，说是我公司伙食不好，他要来给我送饭。老公，你公司在哪里呀？我做好了，现在给你送去。我在公司吃了5年食堂了。他从来没多问一句。送饭这种夫妻间亲密的活动，他以前永远只会给他的男闺蜜做，还理直气壮地说是因为他的工作更辛苦，而且中午也没有吃饭的地方。既然从前没送过，现在好聚好散了，就更没必要来无事不登三宝殿了。我直接随便搜了一个离我们公司几十的地方，把地位发给了他。他回了个可爱的猫猫比 OK 的表情包。我冷漠地合上手机，一个字也没回复。2小时后，手机开始疯狂震动。言青，你手机一直在震动，你不看看吗？我开了个飞行模式，随手夹了一筷子青菜，无聊的软件推送消息而已。同事笑了一声，也是，你平时手机安静的像块板砖一样，除了软件消息推送也没别的了。身边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的老婆很少给我发消息，偏偏只有谭文佳自己不知道。
从来都是我主动问他，然后他想起来了回复我一两句，没想起来就假装手机没电了，晚上回家刚看到消息。他的这些小手段层出不穷，让我开始疲乏厌倦。傍晚回去的时候，谭文佳就坐在沙发上打电话哭诉我今天故意给了他错误的地址，害得他大中午的顶着太阳白跑一趟。估计是听见玄关处的动静，他擦擦脸上的眼泪，把电话给挂断了。陆延青，你今天中午为什么要给我错误的地址？你知道我打了多久的车跑到那里去吗？结果呢？人家说根本就不认识你陆延青，你不想让我去送饭就直说，为什么要这么戏弄我？我连头都没有抬一下，我没有戏弄你。你给我发消息的时候，我人还在那里，公司有急事，我先回来了而已。他神色缓和了些，开口却还是质问：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也不回我消息？你以为我年薪100万工资是白拿的？我是去上班，不是像你一样天天在家里玩。我没有办法时时刻刻地盯着手机准时回你的消息。这是他曾经和我说过的话，他可能已经忘记了，而我却记得清清楚楚。我妈走得早，我爸一个人把我抚养长大，却在我大学毕业他马上就能享福的时候检查出肝癌晚期。我失去了这世界上最亲的2个人，所以和谭文佳结婚后，我把他当作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他爸妈我也当亲生爸妈一样孝敬。那时候我经常会给他发消息，刚开始还好，可是越到后来他就越不耐烦。这些话都是他曾经和我说过的原话，怎么这些话说给他听，他就不乐意了？原来他自己也知道这些话说服力有多低，会有多伤害对方的心，可他还是说了，还不止一次。他沉默了，像曾经的我一样。没多久，他又委屈地小声开口：可是书豪说，一个男人就应该时刻记得回复老婆的信息，他每次都是秒回我信息的，为什么你不能像他一样呢？说完他又觉得不合适，马上闭上了嘴巴。但是这些话早就被我听了个清清楚楚。我从包里拿出离婚协议书，甩在他脸上。是，我不像他能每次都秒回你消息。既然这样，你和他过去。离婚协议书是我在公司打了，特意放在包里的。夏天气温高，现在摸在手上还能感受到有余温。他被砸得一个趔趄，后退了2步，才勉强稳住了身子，而后随意地翻开，不可置信地抬起头。不可能的，你知道我不会愿意离婚的。你不是要给你那个好男闺蜜生个孩子吗？不离婚，你怎么给他生？婚内出轨？我盯着他的眼睛，不留一丝情面。谭文佳，你知道我的手段。婚内出轨，你和他都没有好果子吃。他打了个哆嗦，却坚决不肯离婚，甚至抬起手把离婚协议书撕了个粉碎。我是不会离婚的，我不给他生孩子。试管婴儿那么高的成本，他根本就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弥补我精神和身体的损伤。我想通了，我要和你好好过日子，我们生个孩子吧。你都30好几了，再不要孩子，以后就要50、60去给孩子开家长会了。他不止动嘴说说，甚至真的已经上手开始扒我的衣服。我又想起他曾经和林书豪躺在过一张床上翻云覆雨，更甚至我还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们第一次滚在一起。我心里直犯恶心，冷着脸直接把他给推开了。离我远点，谭文佳，你以为你流2滴眼泪在这里装一下委屈，我就又会像从前一样相信你说的那些鬼话？你和林书豪没睡过，只有鬼才信你们的话。他没想到我会把话说得这么开，整个人都呆愣在原地。
我看着地上被撕碎的离婚协议，只觉得自己失策，不应该只打印一份。接下来这几天，我们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明明都在家，也不会在一张餐桌上吃饭，甚至不会同时处在一个空间里。我不愿意看见他那张脸，他自己也不自讨无趣。偶尔在卧室里，我还能听见他和林书豪视频的声音。被我捅破了最后一层窗户纸，他们的丑恶的真面目就开始暴露无遗。而我现在只想着一件事：离婚。谭文佳不会舍得放过我这棵已经到手的摇钱树。这几天的离婚协议书，我给几份，他撕几份。我咨询过律师，想通过诉讼离婚，可律师给我的答复却是不满足诉讼离婚的条件。要是一次不成，只能再等6个月上诉。没办法，我只能赌他贼心不死，坚持要给她的男闺蜜生孩子。我以为我们会这样相安无事地熬着，可是我没想到谭文佳竟然直接把她在老家的父母给接过来了。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的时候，房子里叽叽喳喳的热闹极了。我皱起眉头打开门，他妈在我家里四处转来转出，摸摸这里，摸摸那里，最后由衷的赞叹一声：还是我女婿有钱，看看这房子比我们老家好多了。看到我进屋，他热情地迎过来：哎呦，这不就是说曹操到，我女婿下班回来了。我眼神扫向谭文佳，他窝在沙发里，得意地冲我挑着眉。他的这对父母我是知道的，结婚的时候狮子大开口要66万的彩礼，最后看我迟迟不去提亲，才肯松口说58万，58万全部进了他们的口袋。他们只生了谭文佳一个女儿，听过好几个孩子全部都因为意外给流掉了，最后因为伤了身子被医生告知怀不了孕，他们才彻底死了要拼男孩的心。他这对父母死缠烂打的能力是一流，为了不和我离婚，谭文佳竟然愿意主动被他们缠上。我冷笑一声，他的希望注定要落空，只希望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他不要哭着求着和我说后悔了。我扯起唇，冲着他们点点头，算是打个招呼。他们讪讪地笑了2声，却在我转过身后开始小声地指责我。他这啥意思啊？见他的岳父岳母，他就这态度。我假装没听见，径直进了卧室。这几天我都是直接在卧室里洗漱，现在又来了2个倒胃口的人，我更加是不想出去。谭文佳倒是惬意，第2天一大早就化了美美的妆，准备出门。我没理会他，直接拿着车钥匙出门，一脚油门就走了。透过后视镜，我看见了他气急败坏的脸。等我上班上一半，当初给我发消息的那个朋友又开始给我发信息：我陪我老婆来了2次产检了，你就次次让你老婆一个人来呀？工作再忙，你也不能连老婆孩子都不要啊。我偷听到医生说已经怀了1个月了呢。我沉吟了片刻，给他回了消息：你之前不是认识个朋友，黑客技术很牛吗？你帮我查查谭文佳，他出轨了。对方发了60秒的语音过来，而后又开始打字。我把他微信推给你了，你也想开点吧？孩子不是你的，好歹现在老婆还是你的。我这回根本没心思和他调侃，直接不耐烦地回了句：很快就不是了。时间拖得越久，这一家人就缠得我更深。为了躲避他们这一家人的纠缠，我干脆直接找了个借口出去出差。他爸妈虽然不满意，但看到我转过去的5000块钱，马上就眉开眼笑。我特意在家里卧室里安装了摄像头。谭文佳并不是一个安分的人，他一向崇尚的是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为了找刺激，我赌他一定会把林书豪带回家里来。
从前也不是没有过这样的例子，只是我那会心大，只当他一个人在家里无聊，根本没往他会出轨这方面去想。那个黑客帮我弄到了谭文佳存在手机里的孕检记录单，算时间，比我上次发现的还要早，所以她早在和我说想给她男闺蜜做试管婴儿前，就已经和他上过床，只是因为想试探我，才扯出试管婴儿的幌子。如果我答应了，皆大欢喜，她试管也不用做了，直接已经怀上了。他甚至没有考虑失败的可能，只因为我们结婚这些年，我一直都对他言听计从，他理所应当地觉得我会接受他这个无理的要求。可这次他的算盘落空了，我就在离家不远的酒店里开了个房。我出差的第3天，他终于按耐不住，支开了他那对爸妈，把林书豪带回了家。刚开始2个人还很拘谨，到后来竟然是越来越放肆。做到最后一步的时候，谭文佳突然出声打断，她摸着自己的肚子，笑得甜蜜。医生说前3个月不太方便。林书豪的脸上闪过一丝不耐烦，却还是装出一副很高兴的样子。他亲了亲她的脸，而我的妻子沉浸在要做母亲的幸福里，无法自拔，根本没有注意到她脸上的神色。我不屑地嗤笑一声，看来她这个男闺蜜也没有她想的那么好。他们在家里昏天黑地了2天，我把这些录像全部发给了律师，得到了律师肯定的回答。最后一天，我直接提前1天。我站在门口开锁的时候，听见了里面传来的窸窸窣窣的动静。我猜他们现在一定着急的恨不得跳窗户。可惜这房子我买在8楼。谭文佳心虚地坐在沙发上，看见我回来，她很惊讶，声音里已经是掩饰不住的嫌弃。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不是说还要等2天？我还什么都没准备好呢，饭也没做。要不我们现在出去吃饭？屋子里刚喷过空气清新剂，可是依旧没有掩盖过那股糜烂的味道。我冷哼一声，径直走向卧室，准备让你的老情人提前跑路吗？我的手转动卧室门把手的时候，他彻底慌了神，整个人从沙发上弹跳起来，厉声开口：“先别开门！”我打开手机里的监控录像，直接把林书豪从床底下给撵了出来。谭文佳苍白着脸，他知道这一切全完了。如果这就是你准备要给我的惊喜的话，那我要提前谢谢你了。我手里已经掌握了你出轨的证据。谭文佳，我们法院见。他惊慌失措，别打官司，我答应和你离婚。离婚协议书呢？我马上就签字。我无情地甩开他的手。你现在还想着签离婚协议书，财产55分？晚了。这些年你从我身上吸了多少血？想用我的钱去养你肚子里这个杂种？你做梦！他瘫坐在地上，也许在这一刻他才意识到，决定离婚从来都不是我一时上头的威胁和恐吓。他那对爸妈接了我的电话，这时候赶回来还有点分不清情况。这是怎么了？吵架了？颜青，你也真是，这么多年你也知道文佳就这么一个好朋友，怎么还能因为这事吵起来？年纪老大不小了，怎么就是不懂事呢？我冷冷地瞥他一眼，你又不是我妈，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有什么事去问你这个好女儿？还有，现在立刻马上就搬出我家，我不欢迎你们。谭文佳他们这一家人可没这么老实搬出去。林书豪见情况不对，早就悄悄摸到了门边上跑了。最后是我直接找了个搬家公司，把谭文佳的东西以及他爸妈新带来的那几个蛇皮袋子全部都扔了出去。那一天，他们坐在小区门口干嚎了一下午，直到看到律师函的那一刻，他们终于闭了嘴，灰溜溜的带着谭文佳走了。
法院开庭定在半个月后。这半个月，他爸妈摸到了文的公司地址，在公司门口闹了好久。保安可不会理会这种事情，直接报警，有人寻衅滋事，把人给拖走了。我难得过了几天安生日子，律师把那些证据全部整理好，交给我过目时，顺便还和我提了一嘴。对面的辩护律师一直没联系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嘛。我冷笑一声，不用管他们。我猜谭文佳现在根本还没找到能为他辩护的律师，指望着林书豪会帮他，简直是痴人说梦。开庭那天，他的律师辩护的话一句都说出来，没有证据，又不占理，这种一眼就能看到结果的官司，根本没几个人爱接。法院判决书下来的那一刻，他脸色惨白，我也没看到林书豪的身影。事到如今，我也自甘下贱到去同情一个什么都拎不清的女人，哪怕这个女人是我曾经的妻子。从法院出来的时候，我才看见林书豪的身影，他给谭文佳打着伞，脸上全是不耐烦。他不敢进去，大概也是为了躲避那些人戏谑的目光。这样看起来，他们还真是天生一对，也不怪能一直玩在一起，最后睡在一起。你给我磨磨蹭蹭的，公交车马上就要到了，错过这趟，我们又得站在太阳底下等下一趟。你还以为和以前一样，出门车接车送呢？35、6度的天，谭文佳一张脸却苍白如纸，他身子圆润了一圈，走路的速度也快。到最后，林书豪竟然直接把他一个人扔在后面，自己打着伞往前走。他向我这边看来，我只是看了一眼就钻进了车里，心疼谭文佳就是打自己曾经的脸，这样的女人不值得我念着不放。他嘴唇蠕动了一番，小跑着跟上了林书豪的步伐。半年后，我接到了单位的调任，让我往子公司做领导，带那些新人。我答应了。出门赶飞机那天，谭文佳的爸妈就蹲在我家小区楼下等着，看见我出来，他们脸上露出憨笑。小陆，我知道不该来找你，但是我们实在是没钱了，好歹那死丫头还跟了你这么多年，她这就要生了，你看看能不能给点钱？我拉下了，毫不留情的拒绝。我们早就离了，肚子里揣着一个野种，你们也好意思开口问我要钱？保安，我不认识他们，把他们给我拉走，别让他们在这里影响了小区其他业主。我拉着行李箱上车，透过窗子看到了谭文佳站在角落里，她的肚子已经很大了，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瘦削。我瞥了一眼，突然想起来前几天朋友和我说的笑话。谭文佳被林书豪的爸妈去小机构里做了性别检测，测出来是个女胎，他们彻底放弃了她和她肚子里的孩子。这时候他才知道，林书豪不只有一个女朋友，每个人都怀了孩子，他要的只是一个能生儿子的女朋友。我只看了一眼就别过了眼去。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他自讨苦吃。我们结婚8年，就当我这8年都瞎了眼，从今以后再也不会了。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